同样是蜀汉五虎上将，曹操手下那帮骄兵悍将见了赵云都绕着走，可一见关羽却个个像打鸡血一样，争着抢着都要去单挑。明明都是顶级战力，这待遇咋就天差地别呢？难道说是觉得关二爷好欺负，还是说在那些武将眼里，关羽身上有一种让人不得不碰的致命诱惑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lo， 今天我们来讲关羽关云长。关二爷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？他在道教里被称为关圣帝君，在儒家他被封为武圣，跟孔子那个文圣是平起平坐的。在佛教眼里，他被封为迦兰菩萨。这还没完，咱们中国的商人们把他奉为财神，而跑江湖混社会的，甚至以前香港黑帮电影里拜的也是他，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。但是如果我们剥离掉这些后世给他加上的光环，剥离掉《三国演义》那些虚构的故事情节，回到正史《三国志》里，关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最早的评书中有一段顺口溜：一吕二马三典韦，四关五赵六张飞，七许八黄九姜维，孙策排在第10位。后来老毛在谈到赵云时，对赵云的评价极高，因此他说道：我看是一吕二赵。于是坊间逐渐流行起一吕二赵三典韦的说法。总之，不管是哪个版本，关羽的武力值排名并不是第一。但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我们按照正史记载，按照当时也是圈内人的评价来看，真正的三国第一猛将，或者说那种具有压倒性气场的武将，其实就是关羽。写《三国志》的陈寿是怎么评价他的？他说关羽和张飞是万人之敌，唯是虎臣。也就是说，这两个人是像老虎一样的臣子，一个人能顶1万个人用。咱们来看看对手怎么说。曹操的谋士程昱曾说他有万人之敌，东吴的周瑜说他是雄虎之将。你们发现没有？当时的人形容关羽用的词非常生猛，不是熊就是虎，要么就是万人敌。这种评价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是有着极高的含金量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根据《三国志》的记载来还原一个有血有肉，甚至带着一点致命性格缺陷的关羽。关羽的出身其实挺有意思的，他是山西河东解良人，但是史书上有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，说他亡命奔涿郡。什么叫亡命？就是他在老家犯了事，混不下去了，只能逃跑。一个山西人一路跑到了河北涿州，那他到底犯了什么事情？虽然史书上没有细说，但结合关羽后来那种嫉恶如仇的性格，我想大家都应该猜到了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描述的是他在老家杀了那种为富不仁的恶霸，随后一路逃亡到了涿郡。所以早期的关羽其实就是一个背井离乡、亡命天涯的江湖游侠。直到他在涿州遇到了刘备，这一遇就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合伙人的关系。虽然说桃园三结义是小说的杜撰，但在史书里却明确记载他和张飞、刘备之间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。而且后来还有一句更为震撼的细节，刘备在任何场合，关羽和张飞都终日侍立。这种关系显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上下级，甚至超越了君臣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曹操无论如何优待关羽，他都要回到刘备的身边。说到这里，咱们把时间拉到建安5年来细讲一下，这算是关羽人生中第一个高光时刻，也是最纠结的时刻。这一年，曹操东征刘备，而刘备这会儿的实力还很弱，根本打不过曹操。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刘备只能自己跑去投奔了袁绍，但是关羽没跑掉，他在下邳这个地方被曹操生擒了。注意，这里是正史和演义的一个巨大区别。演义里说什么土山约山氏，其实那是作者编的。正史里很简单，就是关羽被打败了，被俘虏了。但是曹操抓到关羽之后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爱死他了。曹操是出了名的爱才，他看到关羽这种级别的猛将，两眼放光。史书上说曹操待他甚厚，封他为偏将军。请注意，这个时候关羽是败军之将，曹操直接给他封将军，这待遇算得上是破格录取了。但是曹操心里也犯嘀咕，他发现关羽这个人虽然吃我的、喝我的、受我的封赏，但他心里根本不在这里。曹操是个聪明人，但他不想自己去问，就派了张辽去问。为什么是张辽？因为张辽也是山西人，跟关羽是老乡，这两个人关系还不错，都是旧相识。
张辽就去试探关羽说：“云长啊，你看我们要钱给钱，要官给官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关羽怎么回答呢？这段话我建议大家全文背诵，这兴许就是义的最高解释。吾急之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刘将军厚恩，是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终不留，吾要当立孝以报曹公，乃去。翻译过来就是：我知道曹老板对我好，真的没得说，但是我和刘备之间是有誓言的，我们是要一起死的。这种过命的交情，我绝对不能背叛，所以我肯定不会留在这里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关羽是个讲究的人，我在走之前一定会帮曹老板干一件大事，把这个恩情还了，我再走。各位，你们听听这个逻辑，这就是关羽的傲和义。我不白拿你的好处，我不欠你的。虽然我要走，但是我一定要让你觉得我走的坦荡。张辽听完很感动，但是也很纠结，他回去要不要告诉曹操？如果说告诉曹操关羽铁定要走，曹操会不会一怒之下把关羽给杀了呢？但张辽在忠和义之间，最终选择了对曹操效忠，把原话如实汇报了。曹操听完什么反应？他说了一句：“弑君不忘其本，天下义是也。”这也确实是我佩服曹老板的格局的主要原因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强者之间是惺惺相惜的。曹操不仅不生气，反而更加敬重关羽了。他心里想的是，既然你要立功报恩才走，那我就给你立功的机会。嘿，机会说来就来，著名的官渡之战打响了。袁绍派大将颜良进攻白马，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战。曹操带着张辽和关羽为先锋去迎战。这里我们要讲一下正史里关羽武力值的展现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颜良先是和曹操的诸将打了一波，诸将不离，随后关羽跟颜良打了一会儿，将其斩于马下。但在《三国志》的正史记载里，这一段如果你细品，我觉得比小说和影视剧都要精彩的多得多。史书里只有短短几个字，但每个字都带着血腥味。与望见梁麾盖，策马刺梁于万众之中，斩其手环，少诸将莫能当者。大家细品一下这几个用词。第一，望见，关羽在战场的边缘远远看到了颜良的指挥伞盖。第二，策马，没有废话，没有通名报信，直接骑着马就冲进去了。第三，刺梁于万众之中。各位，万众之中，那是袁绍的大军阵地。关羽不是去单挑，他是像一个导弹一样，直接凿穿了敌人的防御阵地，冲到了主帅的阵前，而且用的动作是刺。这里补充一下，历史上的关羽这个兵器可能是马槊或者长矛，青龙偃月刀是后世文爵杜撰出来的兵器。关羽将颜良一击毙命，然后呢，斩其手环，在万军丛中把主帅的头割下来挂在马上，然后大摇大摆的杀回来了。最后的结果是少诸将莫能当者。袁绍手下那么多将领，几万人马，眼睁睁的看着关羽杀了主帅又走了，没有人挡得住他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相当于在现代战争里，你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冲进了对方的航母战斗群，然后把司令干掉了，然后还全身而退。所以说万人敌这个词根本不是夸张的手法，这一战直接把关羽送上了神坛，也让曹操彻底看服了。颜良这一死，白马之围解了，关羽知道他的债还清了，曹操也知道关羽要走了。曹操为了留住他，上表汉献帝封关羽为汉寿亭侯。这里我要纠正一个冷知识，汉寿是地名，亭侯是爵位，不是说他叫汉寿亭侯。汉代列侯细分为县侯、乡侯、亭侯这三等，亭侯就是其中等级最低的一档侯爵，但这个爵位其实在当时的军功体系里其实已经很高了。关羽被封侯以后并没有为之动容，史书上说尽封其所事，拜书告辞。曹操赏赐给他的所有金银财宝、美女宅邸，他全部封存，原封不动地锁在库房里，把那个汉寿亭侯的大印挂起来，留下了一封辞职信走了。所以这也叫挂印封金。他要去哪里？他要去袁绍军营里找那个一无所有的刘备。曹操手下的人肯定不干，说老大，关羽这个人太不识抬举了，居然真的走了，我们要不要去追杀他？曹操这个时候也展现出了他大政治家的风度，他摆了一摆手，说了一句千古名言：披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。他是为了他的主人各为其主，不要追了。这一幕也就是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千里走单骑的历史原型。虽然历史上没有过五关斩六将那么戏剧化，但这种我知道你很好，但是我必须走的决绝，这种我不占你便宜咱俩两清的傲气，
比小说更让人动容。这段经历奠定了关羽在整个三国前期不可撼动的地位。他不仅仅是一个武夫，他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士大夫，一个把意志刻在骨头里的男人。但是各位，性格决定命运，关羽的这种傲，这种极致的自信和原则性，在这一刻是他魅力的来源。但在10几年以后，在荆州那个复杂的政治漩涡里，这份傲将变成了一把双刃剑，刺向他自己。当刘备攻取西川，把最重要的荆州交给关羽一个人镇守的时候，悲剧的倒计时其实就已经开始了。刘备打下益州，也就是咱们说的四川以后，整个集团的格局变了。大哥刘备在成都当老板，三弟张飞在巴西守门户，军师诸葛亮在成都搞行政，而最重要的荆州，也就是蜀汉的大本营粮仓以及未来北伐的跳板，交给了谁？只能是关羽。这个时候的关羽叫董督荆州事，各位，这就是当时刘备集团实际上的二把手。在这个位置上，关羽变得极其孤独，也开始变得极其膨胀。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，能把关羽那种可爱的虚荣心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当时的西凉马超投降了刘备，马超是谁？是那个把曹操杀得割须弃袍的狠角色，世代公侯，人长得帅，武功又高，人称锦马超。关羽在荆州听说马超来了，而且地位很高，他心里不舒服，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诸葛亮，问了一个特别幼稚的问题：马超的人品、才干和武力值跟谁比较像？大家品一品这封信。关羽真的不知道马超啥水平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他其实就是想听诸葛亮夸他一句。诸葛亮是谁？诸葛亮可是千古人精，他太懂关羽了。他回了一封信，堪称职场情商的教科书。他说马超这个人文武双全，是一个像秦布、彭越那样的一代猛将，他可以跟张飞并驾齐驱。但是嘛，重点来了，但是他还是不如咱们美髯公你那样超凡绝伦呀。诸葛亮第一次在官方文件里叫关羽美髯公，关羽收到信是什么反应？史书上写的太生动了，叫醒书大悦，以示宾客。看到这里，你们是什么感觉？是不是觉得关羽有点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？其实在我看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感到的却是一种深深的隐忧。作为一个镇守一方的统帅，他的关注点居然是我和马超谁更帅谁更猛。这个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，在单挑的时候是魅力，在搞政治搞外交的时候就是剧毒。我们可以发现他特别在意自己的排名，这也导致了他容不得别人比他强，也容不得别人跟他平起平坐。这种傲慢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内部危机。刘备在自立为汉中王以后，封了4个高级别的将军：前将军关羽，右将军张飞，左将军马超，后将军黄忠。演义里封的是五虎上将，但历史上其实赵云一直没有受封。当费师作为特使把印信送到荆州给关羽的时候，关羽一听黄忠跟自己平级，当场就炸了。他拍着桌子怒吼一句极其伤人的话：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。他说我堂堂大丈夫绝对不可能跟那个老兵痞子，也就是黄忠在一起，我不接受这个任命。各位，黄忠这个时候刚刚在定军山斩了夏侯渊，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说到，立的是头功，但在关羽的眼里，你出身不行，你以前也不咋地，你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？这就是正史里关羽最致命的性格缺陷，刚而自矜，傲上而不忍下。他对底层的士兵特别好，这一点没得黑，但他对跟自己一样平级的士大夫同僚，那都是满眼瞧不上。最后还是费师好说歹说汉王虽然封了黄忠，但在汉王心里，您跟汉王是一体的，黄忠怎么能跟您比呢？关羽这个时候才勉强接受了印信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关羽的逻辑，他不是刘备的臣，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蜀汉集团只有我和大哥三弟是股东，其他人都是打工仔。这种心态为他后来众叛亲离也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。如果说对黄忠的傲慢只是内部矛盾，那么接下来这件事情就是关羽亲手把这颗地雷的引信给点燃的，这就是著名的拒婚事件。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微妙，孙权想要巩固孙刘联盟，于是派使者来找关羽。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政治联姻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是关羽，作为一个政治家，哪怕你不愿意，你是不是也得委婉的拒绝一下？比如说女儿还小，还要请示伯父刘备之类的。但关羽是怎么做的？史书上只有4个字：辱骂其实。他指着孙权使者的鼻子破口大骂：
演义里还加了一句更狠的：“虎女安肯嫁犬子乎？”虽然这一句“虎女犬子”是演义加的，但辱骂起始是正是铁板钉钉的。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，孙权是谁？孙权是江东的一方诸侯，关羽骂他的儿子是狗，那孙权是什么？这一骂爽了是关羽的嘴，但却骂断了孙刘联盟的最后一点情分。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，他在荆州面临的是北有曹操，东有孙权的双重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居然凭着自己的性子去羞辱一个必须要拉拢的盟友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此时此刻的关羽，他的脑子里只有江湖义气，没有半点国家利益。在他内心的深处，他还是那个卓俊的亡命徒，看不起谁就骂谁。但他忘了，他现在身上背的是刘备集团一半的身家性命。孙权听了汇报之后，什么反应？史书上说孙权大怒，这一怒，孙权就彻底倾向了曹操，开始策划那个针对关羽的一场惊天阴谋——白衣渡江。就在孙权磨刀霍霍的时候，关羽却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也是最疯狂的高光时刻，就是襄樊之战。建安24年，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，将军傅士仁守公安，自己率大军北伐，强攻樊城。这一战，关羽就是战神附体。当时正是雨季，汉水暴涨，关羽利用地形的优势，水淹七军。曹操派来支援的大将于禁，也就是曹魏的五子良将之一，带着3万精锐，全部变成了鱼鳖。这场战役打下来，于禁投降，庞德被斩。消息传回了许昌，曹操当时就吓懵了。史书上说，曹操亦其许都以避其锐。哪怕是强悍如曹操，这个时候都在考虑，要不我们迁都吧？关羽太猛了，离我们太近了，这谁顶得住？所以当时的关羽声势达到了顶点啊，也就是我们史说的威震华夏。那一刻，关羽仿佛真的摸到了那个心腹汉室的梦想。但是还是我上期的那句话，上帝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就在关羽站在樊城的城头，看着脚下的洪水和跪在地上的于禁，享受着万丈荣光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背后已经空了。关羽在前线打仗，后方是谁在守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糜芳和傅士仁。糜芳是刘备的大舅哥，算得上是元老级的皇亲国戚，但关羽平时是怎么对他们的？史书上说与轻慢之。关羽一直看不起这两个人，觉得这两个人没什么本事。出征之前，甚至因为粮草供应稍微慢了一点，关羽就放话威胁道：“贼子敢尔，如使樊城拔，吾不能灭汝耶。”意思就是等我打完战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是糜芳，你的顶头上司是个万人敌，手里拿着刀，说回来要收拾你，而你现在守着空城，你会怎么想？正常人的逻辑就是，那我只能想办法让你回不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东吴那位年轻的统帅吕蒙正在给关羽精心的编织一张大网。吕蒙知道关羽傲慢，于是他装病，换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来接替路口指挥官。这个人就是陆逊。陆逊一上台，立刻就给关羽写了一封信，信里全是彩虹屁，说什么仰慕将军威名，我就是一个书生，以后全靠将军罩着。关羽看完信哈哈大笑，说孙权果然没人，派一个书生来当都督。于是关羽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错误的一个决定，撤走荆州后方所有的防线，全部调到前线强攻樊城。这正是吕蒙和陆逊想要的。当关羽把后背完全让给了东吴的时候，那些脱去军装乔装成商人的吴兵已经悄悄地划着船渡过了长江。一场针对神的猎杀正式开始了。白衣渡江这一招狠就狠在它不是跟你拼刺刀，而是跟你拼人性。吕蒙的突击队伪装成商人，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江防。当糜芳和傅士仁看到东吴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他们脑子里闪回的一定是关羽那句“我回来要收拾你们”。于是这两个负责守家的最高长官居然没放一箭，直接开门投降了。那一刻，关羽的大后方南郡彻底沦陷。但这还不是最绝望的，最绝望的是吕蒙进城之后做的事。他下令军纪严明，绝对不许骚扰百姓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专门派人去慰问关羽前线将士的家属，大概率是免费发鸡蛋、送米面粮油、嘘寒问暖，这叫攻心。
关羽在前线还在跟徐晃死磕的时候，结果手下的士兵陆陆续续收到了家里的来信。各位，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如果说你是前线的士兵，这个仗你还打得下去吗？你的老婆孩子都在人家的手里，而且人家对你的老婆孩子还挺好，你跟着关羽九死一生，你图啥？于是史上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发生了，关羽的几万大军不是被打散的，而是走散。昨天还是威震华夏的铁军，今天就变成了这跑一个那跑两个的散沙，人心散了，队伍就带不动了。关羽只能撤退，他从那个光芒万丈的武圣瞬间跌落成了一个仓皇逃窜的孤家寡人。这一路关羽走得太惨了，前有曹操的追兵，后有孙权的堵截，身边是不断逃跑的士兵，最后他退守到了一个小地方麦城。这个时候的关羽身边只剩下几百个亲信和儿子关平。关羽试图突围，他带着最后10几个人往西边跑，想跑回四川。但是在临渚这个地方，东吴的伏兵出现了。这一次没有奇迹了，没有过五关斩六将，没有单刀赴会，一代战神关羽被东吴的小将马忠用绊马索绊倒，生擒活捉。孙权抓到关羽后，其实是犹豫过的。史书上说孙权想留他一命，想用来抗衡曹操，但是孙权的主簿说了一句：当年曹操对他那么好，都留不住他，现在的关羽就是一头养不熟的老虎，留着必成后患。孙权听懂了，于是在建安24年的冬天，寒风凛冽，关羽在这个冰冷的角落被斩首。那个曾经让整个华夏大地颤抖的头颅被砍了下来，送给了曹操。曹操收到关羽的人头时，做了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事情。他看着木匣里熟悉的面孔，叹息道：“云长别来无恙。”然后曹操下令用香木雕刻了关羽的身躯，配上了这颗头颅，以诸侯之礼厚葬洛阳。孙权在南郡也以诸侯之礼厚葬了其身躯。刘备在成都为他立了衣冠冢，头枕洛阳，身卧当阳，魂归故里。这就是关羽的结局，但他留给蜀汉的是一个巨大的黑洞。荆州丢了，隆中对的战略规划彻底破产，蜀汉从此被锁死在了四川盆地，失去了争夺天下的资本。紧接着，张飞因为悲伤过度，鞭挞士卒被杀。刘备为了报仇，发动了夷陵之战，把蜀汉最后的家底赔了个精光，最后白帝城破故。可以说，关羽的死就是蜀汉灭亡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性格决定命运的悲剧。关羽的傲慢轻敌，不懂政治，甚至有点刚愎自用。按理说，这样的人后世为什么会把他封为神？怎么会成为全中国人都崇拜的偶像？但是，这就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，也是最核心的一点。我们崇拜关羽，不是崇拜他的完美，恰恰是崇拜他的纯粹。在这个充满算计、权谋、利益交换的成人世界里，关羽活得像一个异类。面对曹操的封侯赐爵，他说不要就不要，因为他心里有大哥。面对万军从中赐颜良的生死考验，他说去就去，因为他要报恩。面对孙权的政治联姻，他说骂就骂，因为他不愿攀附政治联姻。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性价比最高的选择，他做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基于2个字：道义。虽然这种道义在政治上是幼稚的，在战略上是危险的，但是在人性上它是最高贵的。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为了生存都不得不做妥协，都不得不变得圆滑。我们变成了糜芳，变成了傅士仁，甚至变成了那个破坏盟约的孙权。正因为我们做不到，所以我们才无比渴望有一个人能替我们活出那个理想中的样子。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移，贫贱不能移。关羽就是那个理想的化身。他用他的死完成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升华。他输掉了荆州，输掉了性命，甚至输掉了蜀汉的未来，但是他赢得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忠义2字的最高敬意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关羽的故事。最后回到咱们开头的问题，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同样是蜀汉五虎上将，为何曹魏的武将个个都敢去挑战关羽，却没有人敢跟赵云单挑呢？因为同样都是死，但青龙刀下不斩无名小卒。好了，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别忘了点赞关注。我是卡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